小帅跟大叔正聊着天，大叔神色巨变，说：“你别动，赶紧脱衣服。”这时，小帅也听到了背后崩裂的声音，赶紧照办。回头一看，未来世界所有的冷血动物都变异成了怪物，蜗牛成了这样，癞蛤蟆成了这样，它们中有的开始吃人。短短1年，人类损失95%的人口，但也有怪物是像蜗牛这样温驯的，你不惹它，它就不伤人。区分它们只需要看眼睛。癞蛤蟆正在凭嗅觉追杀小帅，大叔把衣服塞进蜗牛壳里，让蜗牛到处散播小帅气味。他们是地表上为数不多的幸存者，而其他幸存者们都藏在地下掩体。小帅之前也在地下藏了7年，他是个战五渣，狩猎队从来不带他去地面，他不爽了整整7年。这天，掩体剧烈震动，队长说怪物入侵了地堡。小帅又一次自告奋勇参加围捕，大家都摇头，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家看孩子吧。说着杀进坑道，小帅很失落，又来到电台。7年前变异发生的那一天，他和女朋友小美各自跟爸妈逃生，被迫分开。小帅一有机会用电台，就问小美在不在对方地堡。他已经问过90个了，没想到这次真被他问到了，小美就在对方地堡。小美听到他的声音也超级开心，他跟小美倾诉着，可信号却突然断了。小帅很失落。第2天地堡开会，还是没人把他当回事儿。他冷不丁说了声我要去找小美，一群人看笑话似的看着他。最厉害的狩猎队员在地表也就坚持50英里，而小美地堡离我们有80多英里，你行吗？说着大家继续讨论怎么修补地堡，小帅突然打断， I'm gonna go。他收拾好行装，地堡负责人劝他不要冒险。小帅问：“那我留在地堡又能干什么？”负责人泄气了，好像真没啥他能干的。负责人不再强求，大家跟他拥抱，送他装备和地图。终于，时隔7年，小帅又来到地表了。在大片的绿植中，小帅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。80多英里也不算远嘛，无非是一路上全都是废墟，有点吓人呗。小帅走进一间废墟，准备休息。池塘里冒出一只小小的眼睛，不对，是2只。等一下，还有一只，是一群小可爱吗？可下一秒，是一只浑身脓包的超级癞蛤蟆，舌头飞速而来，吸住小帅的脚就要往嘴里拽。小帅拼命挣扎，根本无济于事。就在这时，冲出一只狗子，咬住舌头救下小帅。狗子不仅缠着小帅带着自己，还缠着小帅带上他前主人唯一的遗物。你还别说，冒险的时候有条狗子真的好，能提前帮小帅发现怪物，能陪小帅解闷儿，甚至能提醒小帅这果子有毒。有这么个活体导航，小帅放心的写着笔记走路，没想到掉进深坑。这次狗子帮不上忙了，一条肉虫探头探脑，跃跃欲试，周围的孔洞也传来越来越大的响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脑袋被砸了一下，啥玩意儿？一个老头在洞口大喊：“万幸，这个肉虫洞只有公虫，没有虫后。”小帅得救了。但常年在地表行走的老头和小姑娘也看出来了，小帅是个菜鸡。别看扛着把弩，但水平拉胯到不行，还得人小姑娘教他。更完蛋的是，小帅屁股后面还跟着癞蛤蟆。大叔让他脱了衣服，委托蜗牛哥散布气味，这才躲过追杀。可大叔他们也要赶路，临分别时，大叔给了小帅一枚手雷，剩下的路只能小帅和狗子自己走了。可没走多久，狗子突然吓成了狗，趴在小鸭子船下，打着不走，拖着不动的。地下突然钻出一圈尖刺，小帅蹲着往屁股后面一看，地面像是海浪一般被离开。原来一人一狗正好落在蜈蚣怀里，蜈蚣立起，足有2层楼高，高频的呲呲声震得小帅头皮发麻。他哆哆嗦嗦拿出弩拉弓上弦，可蜈蚣好像人畜无害。小帅迟疑着，刚刚放下警惕，蜈蚣突然一记尾锤。难道又要失去亲人吗？小帅想着母亲，奋力站起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剑救下狗子。尽管如此，小帅还是要加快脚步，可眼前一个肉虫坑挡住了前路，比之前那个更巨大。小帅正想着，难不成碰上虫后了？背后一阵破土声，是一只锋利的鸡。完蛋，还真是虫后。小帅扔了个诱饵，招呼狗子赶紧跑。慌乱中，小帅抱着狗子躲在树桩。大叔说过，虫后嗅觉、视觉都不行，只要不出声就好了。破土声就在耳边，触手也伸进树桩。小帅紧紧捏住狗子的嘴，一无所获的虫后随即后退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狗子前主人的遗物被吹进河中。这次小帅摁不住了，听到声响的虫后立刻掉头杀了回来。小帅一个滑步冲过去，捡起地上的手雷，逃过一劫。可游到对岸后，小帅胳膊上爬满了蚂蟥，
他忍着恶心撕掉。尽管捡回一条命，但小帅身中蚂蟥毒，渐渐开始出现幻觉。在晕倒前，他看到一个人走来，走近一看，正是他冒险追寻的小美。小帅开心坏了，捧着小美的脸深深的一个吻，然后他醒后跟小美说自己等那个吻等了太久了。小美尴尬地笑了笑，你当时出现了幻觉，你亲的是那个大叔。原来小美的地保都是老弱病残，很难坚持下去。万幸前几天船长找到了他们，船长说幸存者们在海岛上建了一个小型城邦，可以带大家一起加入。他们不仅帮忙搬家，还主动分了很多食物给大家，甚至有大家7年都没喝过的啤酒。他招呼小帅一起喝酒，可小帅哪有心思啊，他就只等小美闲下来，两人好再续前缘。直到这时，小帅才知道，其实早在几年前，小美就爱上了其他人，但那个男人在之前的战斗中阵亡了。他给小帅发了张好人卡，委婉地拒绝了小帅。晚上，船长在描述着海岛城邦的美好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只有难过的小帅悄悄退了出去。船长派人给他端来了浆果和啤酒，他打开电台，呼叫自己的地保，大家都超级开心。这时小帅才发现，自己出发时大家送的地图背面写满了祝福。此时的小帅如梦初醒，7年的相处，地保的每个人都成了家人，家人们根本没有看不起他，大家只是太想保护他了，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。于是小帅当场决定，我要回家。他想吃点东西补充体力。等一下，这浆果，这不是狗子提醒他不能吃的毒果吗？小帅立刻意识到，船长是鹌鹑下鹅蛋，好大个骗子。原来船长他们其实是海盗。小帅说，你们只拿东西不杀人可以吗？可船长冷笑一声，世界末日后就没燃料，幸亏他们发现一个超强劲的动力源，但燃料嘛。船长按下按钮，水面下一个巨大的阴影袭来，突然几只磨盘一般的毛脚攀上岩石，是一只满高大青蟹，它就是船长的动力源，而所谓的燃料就是用活人做饲料喂它。小美挣开绳索，放了小帅，抄起铁门冲水手冲去，撞晕水手。小帅也急中生智，一插掀翻大螃蟹，螃蟹竟毫发无损，反而更加愤怒地冲来。小帅退无可退了，身后就是老弱病残们，甚至他自身都难保。小美捡起手炮，赶紧扔给小帅，手炮立刻对准了螃蟹最脆弱的嘴，但螃蟹迟迟没有下嘴。看着他的眼睛，小帅突然想到大叔教他的，看怪物的眼睛就能分辨他是好是坏。此时船长又按下按钮，电流从铁链传来，安分下来的螃蟹又陷入狂暴。小帅明白了，猛然调转炮口，在所有人的惊呼声中，一炮炸断了铁链。他赌对了，而且根本不想伤人。得救后，他冲小帅眨眨眼，翻身冲回海里，把船长撕了个粉碎。小帅想起大叔在北方发现没有怪物的净土，他通知了所有地保，让大家一起去，也嘱咐小美带所有老弱病残先去。那你呢？他要回家，他要带他的家人一起去这个美好的未来。此时的小帅已经不是7年前的胆小鬼，也不是7天前的那个菜鸡。现在他明白了，自己之所以能穿越地表，就是因为如果你心中有爱，前路便会一往无前。